上一期，三星新一代的夜视仪虽有可变光圈加持，但惊艳已不如前代。有 71.2% 的观众认为要得，三星 S9 趴出5313元，回血 83%， 取代中白笔记本，暂列回血榜第一。来自哔哩哔哩的网友 WBS 维子说 ：“P20P 了解一下，了解是需要时间的。”来自 YouTube 的网友 Vladislos Draglia 说。老板慢镜头吃的是蟑螂吗？不是蚂蚱。老板说订阅过100万，直播吃蜈蚣哦。本期我们趁着春天的气息来聊一聊，你是否真的需要一款拍立得相机？一座陌生的城市，一些陌生的人，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在留住关于旅行的意义。我喜欢光，我喜欢色彩，所以我选择用快门来描绘我脑海中这座城市以及那些人。旅行的意义在哪里？这个问题没有答案，因为一旦选择了开始旅行，便不用去考虑其中的意义。如果必须收获什么，那或许这就是关于旅行的意义。SQ10 或许是你最喜欢的拍立得相机，又或许是你最不喜欢的拍立得相机。在拿到它之时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还会有人需要一个拍立得相机？难道拥有更高像素的手机和相机不应该早就把拍立得给逼死了吗？这个问题的存在，导致了我一直对 SQ10 的出现产生了怀疑。直到有一天，在收拾房间的时候，翻出一盒拍立得相片。哇，都是回忆耶！接下来的一些时间里，我们一起坐下，翻看着里面的每一张照片，也包括很多拍失败的照片，甚至在回忆为何会有这张失败的照片。我们阅读着这些照片里的故事，就好似一段胶片电影，而照片就是其中的一帧。我们能够想起那时候发生的事儿，和那时候陪在身边的人。手机、数码相机里的照片，或许也会被不时拿出来翻看一下。数码照片或许只是能让人看见，而当你把每一张照片拿在手里，得到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在触觉和视觉以及质感和质量上，多维度阅读这张照片，就好似回忆被抓在手里。这种仪式感在精神上得到的慰藉，是存在电脑、手机里的照片给不了的。SQ10 的外观和大多数富士的拍立得相机一样，但这次没有取景器，换成了一块还算大的液晶屏，以及类似数码相机的操作盘。为何？因为富士也学宝丽来 Snap Touch 制作了一个数码胶片双用机。在握持感上 ，SQ10 做得非常用心。当你拿着相机时，大拇指的位置做了凸起，食指按快门，另外的手指都放在了正面的凹槽里，手心里也非常充实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双手都是2个快门按键，这让左手习惯的人也能够轻松使用。或者自拍时，你想解放哪只手来做造型都 OK， 可以说非常用心了。使用之前，我们先插上 TF 卡，毕竟这已经是一个数码拍立得了。然后装上富士另一个型号的方形相纸 Instax Square， 就可以开始我们的记录之旅了。和所有的数码相机一样，可视的液晶屏取景、半按快门对焦，以及许多的设置选项，和最后拍出来了的 JPG 格式照片。Auto 模式和 Manual 模式的区别就在于 Auto 真的就类似一个纯粹的拍立得，拍完直接打印一张相纸，而 Manual 给了你后悔的机会，拍废了没关系，再来一次，直到拍出最想要的感觉，然后打印不打印都无所谓了。
注意，我这里说的是打印，而不是直接的曝光成像在相纸上。严格来讲，它已经不是拍立得了。拍立得是直接在相纸上曝光，用最简单的胶片相机原理得到照片，而 SQ10和数码相机一样，用 CMOS 将相片记录在机内或 TF 卡里，然后你需要打印的话，机器则在内部把你需要的照片曝光在相纸上。这种方式更类似于打印。这个相机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，这3个按钮可以控制暗角、滤镜以及曝光补偿。之所以说有意思，是因为无论拍照前和拍照后你都可以使用。换句话说，给了你更多后悔的选择。拍完这个滤镜不喜欢 ，OK， 那咱们换一个。相机也保留了闭门拍摄和多重曝光。从这些角度来看，它倒挺像一台传统拍立得。总感觉 SQ10 所做的一切改变，都是为了防止大家抱怨相纸太贵、拍废了可惜这一点。其实这多少失去了一些拍立得的乐趣。毕竟拍立得就是要给你惊喜，给你拍完后你完全不知道是个啥样，以及慢慢等待显影过程充满期待的心情。这些 SQ10 全舍弃了。你已经知道你拍出来的照片是否过曝，是否脱焦，是否对准主体，和千辛万苦拍到一张好照片的成就感完全不同了。又或许拍完后你根本不想把这张照片打印出来了呢。而且拍立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有请。你怎么有这张照片？这是我还在做网友7OE的时候你们送给我的呀，全世界就这一张哦。没错，这一张实实在在的纸质相片，不会再有第2张。无论你是去复印还是手机拍下来，这都不是。所以 SQ10 是否做到了将胶片和数码完美的结合呢？不，绝对没有。我宁愿它老老实实的做一台拍立得，因为这些 JPG 我总想把它们拷进电脑里。然而当我真的把照片通过读卡器放进电脑里时，我也会觉得，就这些照片我存下来干嘛？这效果就像10年前的手机一样。而10年后的手机，我们能创作出来这样，甚至这样的照片了。而 SQ10 拍出的 JPG 真是没有任何拍照欲望。可如果将它放到这张小小的相纸里后，看起来就不一样了。加上 SQ10 的滤镜和暗角，快速的得到一张挺有质感的照片，就完全不在意画质了。照片打印出来的效果看上去和传统的富士拍立得很像了，只是像，真要比起来，感觉还是差得太远。特别是拍立得闪光灯下的效果 ，SQ 这个闪光灯咱还是不要了吧。传统拍立得过曝的主体、暗角、阴影强对比，那 SQ10 呢？好像提高了动态范围，没有了感觉。可比较以前的长方形来说，我更喜欢新款的方形相纸，因为经典就像早期的宝丽来一样，复古的感觉，而且更规则，更适合构图。SQ10 打印照片的时候，另一个非常迷人的细节，照片在屏幕里往上推出，百看不厌。不过推出来的还是没有显影的。至于这个显影过程，已经没有那么令人期待了。就像我说的，你已经知道这张照片里的内容了。你可以很喜欢 SQ10， 不浪费相纸，尽情拍，放心拍，精选你的最爱，打印。你又可以最不喜欢 SQ10， 它是数码，画质烂，不如手机，无法修图，没有了惊喜感。我会想，如果这真是一台打印机，我可以把我手机和相机里的照片用它打印出来吗？如果真的能这么做，对于 SQ10 来说会更具吸引力，那就需要 SQ10 具备蓝牙或者 WiFi 功能。然而，为了能把希尔 SP3 卖出去， SQ10 并没有加入这些功能。SP3 新一代的富士照片打印机
在外观和功能上几乎没有任何变化，而且在 DPI 上还有所下降，虽然不多，但其实这一切都表明 SP3 只是一个为适应方形相纸而出现的打印机。所有使用都和以前一样，同样可以在富士相机上直接连接打印相机里的照片，也可以用手机爱啪啪来打印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买一个 SQ10还不如买一个 SP3。手机、相机拍照，同时你也需要实体照片，那么这台打印机绝对比 SQ10更符合你的需求。值不值得买？如果你需要一款拍立得， SQ10明显不值得。从体验到成像质量上，它都不是。1999元的价格也许不贵，但还是比传统拍立得高很多。79的方形相纸也比传统相纸贵。可是，当你把 SQ10作为一个扫街和快速分享照片的工具，它的确又做得挺好。你一张，我一张，把照片放进钱包，贴在日记本上，夹在礼物里，又或者装饰自己的家。如果你选择不打印，就不需要浪费那么多相纸，那么多出来的钱还是可以节约下来的。但这又是矛盾的，既然我不用相纸，为何要买 Instax？论数码 ，SQ10又是最烂的档次。但凡你有一定数码相机拍照经验，也不会想用它来创作。像我说的，你不如花1299元买一个 SP3，或者999元买一个 SP2 来打印你的作品。Instax SQ10 Testway 的主观综合评分是6.5，它有让你惊讶的点，也让你有使用的欲望。一块1000毫安时的电池可以拍很久，久到你根本记不得多少天前充过电。它是一个很具创意的 Instax， 但它不是一个非常出色的 Instax。如果真的和 SP3 合体，它也许就真是你最想要的拍立得了。Instax SP3 Testway 的主观综合评分是7.5。你可能知道很多便携相纸打印机，但方形非常方便的操作和富士讨喜的色调，都是它区别于别的便携相纸打印机的点。而且 Testway 作为富士相机用户，可以直接打印直出照片，也是非常棒的。无论是旅行还是和家人朋友在一起，我们总会选择某种方式让它成为一生中值得纪念的时光，而照片是回忆最好的证明。
好，本期啪什么呢？啪的就是这个还有这个，两个富士一个惠普打印机啊，不对，这个是拍立得。有需要的朋友们，23块3起拍87076677已经开始了。给大家提醒一下哟，海外的铁丝们、港澳台的铁丝们，如果你们要在87076677下单，不要直接下单哦，寄到你们指定的转运仓，有些仓是不寄食品的，记得一定要联系客服小姐姐，她会给你们讲怎么样运送食品最安全哈。当然是相对的安全，还是会有一定的风险，所以请谨慎下单。最好淘宝评论上一条电视，旺旺号王小华，她说她的男朋友非要和她打赌，说买了一个啥子网红火锅底料，想和我们特斯威的火锅底料比一比，所以他们连倒吃了2次火锅，当然是特斯威的火锅底料获胜了，真的很有重庆味道。怀念大学毕业时自驾游，在重庆的山路无穷无尽的迷路，被火锅辣到怀疑人生，还是边哭边吃。这位女铁丝，说明你非常的爱火锅哈，谢谢你，欢迎来重庆来找我们耍哈，嘿嘿嘿嘿。Testway， 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。Hey Siri， 我要听周杰伦的《等你下课》。I can't get the answer to that on HomePod. Hey Siri， 我要听周杰伦的《等你下课》。Sorry, I can't search for that type of movie. Hey Siri， 我